说实话，我根本没有为这样的人潮做好准备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置身于这么多人之中了，我那习惯于精心策划的本性完全崩溃了。这段影片是11分钟不知所措、漫无目的的游荡，真实的展示了当一个旅行者失去焦点时，如何获得对一个主要地标的未经滤镜的真实视角。请跟随我晃动的镜头，让我们在宇宙中迷失，无论是字面上还是比喻上。在室内，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人群无处不在，占据了里面的每一寸空间。我当时不知所措到无法正常思考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一层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里。我的影片中那些晃动、随机的镜头正说明了我缺乏规划，但请仔细看，即使在我混乱中，这栋建筑的艺术性依然闪耀。以这个楼梯平台为例，在我上方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天窗与吊灯组合，设计简单，我喜欢它的色彩对比，黑色框架映衬着接近日光的灯泡，而且光景并不是完美的对称形状，那个椭圆形的轮廓结合圆形天窗，似乎巧妙地模仿了行星的轨道。这些隐藏的天文符号无处不在，但你必须停下来观察它们。我决定随波逐流，走下了一层楼。幸运的是，这里的人群密度似乎减少了一些。通道很自然地引导你进入主要的展览区。如果这里没有这么多人的话，我相信我可以在这里待上好几天，学习大量关于宇宙学、天文学等的知识。但今天，这只是一次快速的游览，一次没有停下来仔细看的飞掠。作为观众，你们只能跟着我的随机镜头，看看我捕捉到了什么。
在人流之中，我拍下了这个巨大的圆形盾牌状的圆盘。我相信这代表了古代文明对我们宇宙的理解或诠释之一，展示了他们早期的宇宙学模型。这与我们现在看待宇宙的方式，以及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开始绘制星图之间，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在那之后，我又一次彻底迷失了方向。我应该再往下走吗？还是回到我来的那个楼层？拥挤的人群让我难以确定方向。这恰恰说明了，即使是最令人惊叹、充满知识的地方，也会干扰你的专注力。让我们看看下一个影片中，人潮会把我推向哪个方向。